一本巨著《在華的百年孤獨》，讀中國人的特性。鍾祖康。1890年，在華傳教已經22年的史密斯先生，漢名為明恩溥，出版了《中國人的特性》一書。此書在往後幾十年，在歐美和日本也傳頌不衰，在國外影響着幾代人對中國的認知。那個時候，史密斯出版了《中國的格言和諺語》一書。1899年，他出版《中國農村生活》。1902年，在被義和團圍困於北京使館後，寫就《騷動中的中國》。1906年返美，多番向羅斯福總統游說，終於說服美國把庚子賠款撥作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之用。辦妥庚子賠款一事後，他再臨中國，並於一次大戰後出版《中國之振拔》。他於1932年在美國逝世，享年87歲。中文譯本波折萬重，中國人的特性一出版，法、德、日譯本隨即問世，國際間好評如潮，但在中國卻頗受冷落。中國人對知識的傳播、保存和累積已經不濟到一個怎樣的地步，大抵已經用不着爭辯的了。這本書的遭遇只是個很尋常的例子。到1902年，上海的作新社才按日譯本轉譯成中文出版，但看來流傳不廣，甚至博學如魯迅於1936年辭世前還一再訴說，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。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，明白那幾點說得對，變革掙扎自做功夫，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，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。據張夢陽的研究，大抵魯迅在1902年到日本留學時便看過這本書的日譯本。魯迅對這本書推崇備至，他一生作品的主題也跟這本書作者的觀點相當吻合。到1937年，中國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其出版的《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》中收錄由他操刀的《中國人的特性》錯譯本。從他的自序可見，看來他也不知道過去曾經有人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。直到1995年底，在原作出版了106年後，我們才有由張夢陽和王麗娟执筆，第一次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全譯本。但同樣令人遺憾的是，他們看來也對以前的2個譯本一無所知。就譯本素質而言，我的評價是，作新社譯本以文言行文，不合今人閱讀，而且從日譯本轉譯，一生謬誤，加上已經絕版多年，可置之不理。潘光旦的譯本很準確很傳神，但並非全譯。張夢陽等人譯本最大缺點是有時嚴重誤解文意，為整體而言還勉強可以。勾勒中國人鞭辟入裡，本書共27章，其中26章都是捋述面子、婉轉之才、有司無功、置舒適便利於度外、知足常樂、無惻隱之心等等作者心目中的中國人特性。他論中國人對外在環境怎樣木然無覺，西方人不愛被人凝神注目，於從事什麼細緻或艱難的活兒時優甚，中國人卻不然，仿佛看的人愈多，他便做得愈起勁兒。中國人雖不打罵你，也不嘲笑你，但是一雙雙沒有流露半點同情心的眼睛，也夠讓人發瘋的。他論中國人怎樣不愛運動，在中國人眼中，運動簡直是多餘的。他們對於外國人熱愛運動總是難以了解，漫無目的地平白地散散步，他們總以為有點無聊。至於對拼了老命似的賽跑比球，他們尤其大惑不解。有位廣東的老先生看見一個外國女人在打網球，便問他的傭人，你主人這樣為了一個小毛毯趕來趕去，人家到底給他多少錢？他論中國人有怎樣超人的耐性，中國人的忍功比任何民族都要強。以前一個老童生一直考到90歲，不考中不止，不考死不止，非極有耐性的人絕做不到。功名利禄一類的解釋是不中用的。中國人善忍耐是天性，亦如麋鹿之善走，鷹隼之善視。他論中國人怎樣不求準確，例如1斗的糧食究有多大，便誰也說不上來，反正就是每個地方不同。貪官污吏向鄉民納糧時，
便借此上下其手，從中漁利。好在中國人耐性好，否則革命早就来了。在中國，1斤名義是16兩，實際卻只給12兩，而且這是公開這麼做的，因此又談不上是欺騙。人民至多也只會視之為這個行業的老規矩。我想中國第一代的化學家做實驗時，會把10-20個微粒和好幾十個微粒相混，結果引致爆炸以身相尋的不在少數。他論中國人怎樣欠缺同情心，對溺水的人不予營救，令在中國的外國人大為吃驚。在中國旅行，讓人刻骨銘心的是，沿途的人見陌生人不肯幫忙，當你身陷困境時，他們卻會蜂擁上來圍觀。他論中國人怎樣講面子，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個關乎事實的問題，而是格式的問題，不是事實對與不對，而是格式合與不合。缺點給人家指出来了，便會有失面子，所以無論證據多麼確鑿，也非要抵賴不可。他論中國人怎樣能屈能伸，在中國捉住老鼠就是好貓，成功就是一切。目光如炬的大幽默家，民國初年，著名社會學家李景超教授在農村待了好一段日子的實地調查後說，明士也就是作者畢竟是過來人，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現象可謂觀察精密，獨具慧眼，而且他那描目入微、寫實必銷的能力，其但在西洋人中沒幾個可以與他比擬的，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人中間，恐怕也是少如鳳毛麟角吧。作者不僅是個目光如炬的觀察家，更是個大幽默家，而且是戲而不失之於謔，可讓愁苦的中國讀者帶來多一點生趣。要是有人只是硬抓着他1-2個歷史資料或判斷上的明顯謬誤，而對這本書放言貶損，實在是大不幸。中國人若是有這樣一本幫助了解自己的經典也不看，又或是看了還是不反省不自新，恐怕唯一的解釋就是這是中國人吧。原載於1996年香港《星島日報》，本文引用原文部分取自潘光南譯本。